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8.39， 收盘价是 182.47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91.08， 最低价是在 181.2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也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8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1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快线即将要上穿慢线，并且呢，在零轴的下方是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，并且呢，向短期的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上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开盘之后上方是在191这个位置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，那最后收盘价收在当日 K 线相对低的位置，但是呢，下方还是留有缺口。那么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这样一根这个 K 线，那在当日是有大量的获利出场，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啊，会有一部分空单被出场，对，那再加上有获利出场，那所以呢，当日的这根大阴线呢，形成了一个抱有大量的一根大的阴线。那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说明当日这个股价是在高位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日后啊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而去测试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也就是次日会有回档的一个走势。那么我们再来看，如果股价不回档，要想继续反弹，那么它的条件就是在次日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前低的。那只有满足了这样一个条件，那股价才有可能会停留在这个区间，或者在这根 K 线实体范围之内，然后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再看多空双方的力量，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当然，日后如果能够站上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 191.08， 那么股价一定会有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次日的走势和反弹的条件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就是我们在前一期视讯在讨论6月13日走势的时候说，6月12日这根 K 线啊是含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。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会有一波上行的走势。那么到了6月13日，股价的收盘价站上了6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我们说股价在日后依据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推测，那么我们说这个股价应该有继续上行的表现。
那么我们说在6月14日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原因，就是说在6月12日之后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，而不是是一个低位开盘，然后由多头力量向上推动的一个涨幅。所以说，即使是6月13日的收盘价站上了前高，那么出现这样的高位的反转向下，那股价就是说也将会有一个回档的这样一个走势，对，也就是在6月13日继续给出一个不确定性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这个推测的一个说明的回顾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分别是收盘价会在180附近，还有一个点位是收盘价会在184附近。对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会收盘价在175附近。实际在6月13日收盘价是在182.47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与我们也就是出现了一个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啊，虽然它的收盘价是在我们预测的2个反弹收盘价范围之内，但是呢，它的走势实际的走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，仅仅是我们说预测的反弹这个方向是对了，但是当日的走势是完全不同，因为我们预测的走势是就是不会有跳空的高开盘，是一个高开盘然后推动股价上升，而实际发生的是高位开盘然后一路反转向下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的预测的一个回顾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样一个高位反转向下会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6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68。目前股价在到达168之前啊，我们认为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当然，上方的这个缺口也会成为支撑。那5日均线值的位置，在6月14日会到达177这个位置。那或者我们说，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不跌破5日均线值，是依然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就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的，对。但是，一旦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168的。好，那这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被跌破之后呢，我们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，然后139如果被跌破，就是下方的102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需要变换一下。在6月13日，股价是出现了新高，虽然说收盘价没有站上5月21日这根 K 线最高，也就是我们在之前定义的第一个目标是187，虽然目前收盘价没有站上它，但是股价是出现了新高，那也就是上方出现了第二个头，对，这叫头高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目标取消，然后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果依据这样一个头高，下方有一个底高的这样的，也就是5月10日这根 K 线的
最低167.75和这个6月11日这根 K 线最低是167.41，下方是底高，上方有头高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但是上方虽然出现头高啊，只是最高价出现了头高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，所以这样一个多头趋势还没有被确认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目前 K 线的一个图形的一个说明。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我们把它定义为199这个位置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站上199的目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将会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或者瓦解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199如果被站上呢？我们说上方的目标就是205之后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205之后的目标是265。我们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是在2023年1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65。我们调整一下。好，这是股价目前上行的3个目标。如果我们继续讨论上行，我们会其实199这个位置啊，它是强压力，就是它也正好和200关口接近，对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强压力。那这个强压力如果被突破之后，我们认为205呢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对，那么真正再继续上行的压力就是这条下行趋势线。那这个下行趋势线我们会看到之前是有1、2、3、4有4次碰到这条下行趋势线，股价都是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么这根下行趋势线我们回顾一下，这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所以一旦200关口被突破之后，那么这条趋势线仍然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补充说明一下。那么我们说第一个目标是199，这是强压力。那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，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91，它将是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强压力。因为这是一个标志位，一旦日后股价的收盘价站上了这个最高就是这2个交易日，我们说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在这个位置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。所以空头一定会守191这个位置，目前来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走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是在6月12日收盘价178附近进场。那么我们说的获利目标是在187附近。那么到了6月13日，我们会看到在盘前和盘中股价都到达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仓位很有可能是已经获利出场了。但是如果这个仓位没有获利出场，说等待股价回调，然后继续加仓做多，那么这个仓位到现在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到了6月13日收盘价在182.47这个位置，那么对于这5%的仓位是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高位反转向下，股价很容易出现回档
如果5日均线值不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回档，甚至会去测试168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所以这样的5%的仓位，强反弹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到了6月14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在170这个位置，这是止损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我们刚刚已经多次提到过了，上方的6月13日这根 K 线最高191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然后呢，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177 5日均线值和下方的168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91，第二个压力位199，第三个压力位20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81，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，是从177到178之间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支撑是170，是这根绿 K 的最低，第四个支撑就是16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在6月14日，我们会给出2个可能，是有先后顺序的，也就是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对。如果是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3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77，也就是我们认为它会回踩5日均线值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0附近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这样继续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也就是这样一个回档，我们认为会回补下方的缺口，然后回踩5日均线值，然后当日的股价呢依然是收在当日 K 线的高位，对，继续给出一个不确定性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对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2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5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那么我们预测横盘向上的理由就是在次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股价在盘中是不会跌破前一日 K 线最低的。那么满足了这样一个条件，再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在前一日 K 线实体的范围之内，也就是在它的中线这个位置185。这也与我们来看个周 K 线图。我们在之前预测的周 K 线图也是提到，在本周收盘价如果在高位，有可能会收在185附近，对，也就是说超过前两根 K 线的最高，对。好，
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6月14日开盘之后的走势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